究竟是多么坚强的小男孩，才能一个人在山上生活呢？不仅用自己的双手建造出梦想之家，还通过制作抓鱼工具，在野外也能吃上新鲜的烤鱼。有人等风止，也有人等雨停。忙碌的阿龙也正在等待雨停的那一刻。虽然今天外面下着雨，但也正是因为下雨的缘故，可能让附近的小溪里会多一些鱼，所以就算外面大雨滂沱，屋内的阿龙却还是在专注的在做着手里的工作，因为他要制作一个抓鱼的工具，去附近的小溪边捕捉一些鱼。当阿龙的工具制作好后，外面的雨水也变得小了很多，虽然并没有完全停下，可是也不影响阿龙接下来的工作。大雨过后有两种人，一种人是抬头望天，看到的是蔚蓝天空的美丽，另一种人看到则是淤泥和绝望。但雨停了以后，阿龙看到的却是属于自己的那份天空。轻车熟路的来到了今天的目的地后，阿龙也顺着小溪流过来的方向寻找起来。刚开始虽然没有见到鱼的身影，但是他也没有着急，而是耐心的前往下一个地方。可是淅淅沥沥的小雨又下了起来，但却没有影响到阿龙抓鱼的决心。水面的浑浊也让他有些看不清水里的情况，他也只能通过不断的尝试来确定鱼的位置。虽然这次并没有抓到，但一次的失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重来的勇气。所以阿龙还在努力的尝试，虽然满身都是泥水，但好在并没有让他的努力落空，而且由于这条鱼比较大，也让他的心情开心了很多。他的努力也换来了丰盛的成果。在阿龙准备回去的路上，周围的植物也仿佛在为阿龙庆祝着，变得更加的生机勃勃了。雨后的小路虽满是泥泞，但阿龙还是在继续的前行着。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要走，无论满是坎坷还是一路平坦，都需要自己去做选择。就像正在前行的阿龙一样，就算走在满是崎岖的道路上，但前方却依旧充满着无限的希望。生活本就没有弱者，只有不愿努力的人。运气就是机会刚好碰上了你的努力。回去后，阿龙也开始清理起捕捉到的大鱼。长时间的一个人生活，也让阿龙处理起这条鱼时很熟练，并没有耗费多长时间就将这条大鱼处理完成了。但是做饭之前还是需要清理一下满身的泥水，搭建的水池也让他清洗起来方便了很多。这里没有豪华的房屋，也没有城市的霓虹璀璨，但却蓝天白云依山傍水，对于阿龙来说更是无比温暖的避风巷。随着烟雾的升起，阿龙也将灶台点燃了。因为这条大鱼比较大，而且阿龙也吃不完这么多，他准备将这条大鱼用烤制的方法来保存，但是却没有烤制的工具。于是阿龙用竹条编织了一个替代工具，将这条大鱼牢牢地固定在上面后，此时灶台里面的火焰也壮大了许多，也能满足需要的温度了。为了能让烤鱼熟得快一些，阿龙也在一旁不断地对着灶台扇动着扇子。随着灶台里火焰的不断壮大，也让鱼肉慢慢地变了颜色。当天空的雨水从房屋的屋檐处滴落下来的时候，时间也在阿龙的忙碌中过得很快。虽然灶台里面的火焰也有些小了，但好在经过漫长的等待，阿龙也快要把这条大鱼烤制好了。在留下一部分当做今天晚餐后，他将剩下的一些挂在了屋顶上，也准备开始品尝今天的晚餐了。你一定没见过这么坚强的小男孩，不仅在山上搭建出梦想之家，还通过饲养马匹改善生活。温暖的阳光不但能够驱散黑暗，而且也是希望的开始。阿龙也开始了全新的一天。看着满是杂草的庭院，阿龙也准备把它们清理一遍。这段时间忙着搭建鱼池，也让他并没有多余的时间整理庭院，所以也让房屋附近的杂草长得非常茂盛。但是没有清理杂草的工具，阿龙也只能先简单的清理一下。尽管清理的部分不是很多，但也还是让他感觉到了一些疲惫。可是阿龙还是坚持了下来，并且就算清理下来的杂草他也没有浪费掉，而是将它们喂给了自己的马匹。随着自己的新家越来越完善，阿龙也为自己的未来所考虑了，所以他准备将这片废弃的鱼池重新翻修一下。荒废的这段时间虽然长了很多的杂草，但是因为泥土的湿润，挖掘起来也并没有让阿龙耗费很多的力气。但是为了把鱼池的面积扩大一些，于是阿龙也只能向着四周不断的挖掘。尽管天空的太阳很炎热，但好在阿龙工作时，太阳也被一旁的大树所挡住，也让阿龙在工作时舒适了一些。在阿龙的不断努力中，挖掘的速度也进行得很快。可是由于鱼池的下面还有着一些水，也导致了下面的泥土变成了淤泥，让阿龙在挖掘时增加了一些阻力。但在阿龙的心中，眼前的这些工作虽然很繁重，却也是他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想要奔赴一个更好的未来，那么当下就是最好的开始。所以阿龙也在心中规划着对未来的方向。好的生活都是规划出来的，有规划的人在向前方奔跑着，没有规划的人则还在原地踏步。相信阿
阿龙规划好自己的目标后，一定会向着远方努力的奔跑。在阿龙的不断挖掘下，也将鱼池的面积扩大了很多。可是连续的工作也让阿龙不得不休息一下。但望着眼前的劳动成果，阿龙也对自己的未来多了一些憧憬。在简单的休息过后，阿龙也开始继续工作起来。由于要扩大鱼池的面积，所以阿龙在用竹子测量过后，也开始准备所需要的工具了。有了规划的标线后，阿龙也开始对地面挖掘起来。这里虽然不是很好挖掘，但是相比于挖掘满是淤泥的内部来说，这里却是要轻松一些，因为这里也并没有很多的杂草，也让阿龙在挖掘时少了一些阻力。付出永远和回报是相等的，生活并不会辜负每一个努力奔跑的人。就像此时的阿龙一样，在他的不断努力下，也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加的美好了。虽然离不开好心人的帮忙，但却也离不开阿龙的那份努力和坚持。可是每天都有晨起暮落，当天色有点暗淡时，阿龙也准备结束一天的工作。就算还没有挖掘完成，但那才会对明天有所期待。生活不仅有着晨起暮落，还有着柴米油盐。随着烟雾的升起，阿龙也开始准备今天的晚餐了。昨天烤制的鱼也让他不用担心今天的晚餐问题，因为昨天已经把鱼烤制好了，所以也让疲惫的阿龙节省了一些时间。随着火焰的不断壮大，灶台里面的温度也越来越高，而且还有着阿龙在一旁不断的扇风，所以也没有让阿龙等待很长时间。虽然忙碌的一天很疲惫，但是想到自己的生活越来越好，阿龙的那一丝疲惫也一扫而空了。但因为时间的关系，阿龙并没有先享受今天的晚餐，而是先准备把马匹牵回了圈舍。这些工作做完好后，天色也更加的暗淡了，也让阿龙的新家渐渐的有些看不清了。但无论夜晚再怎么黑暗，总会有那么属于自己的一束光。漆黑无比的夜晚也随着阿龙点亮的那一束光变得亮了很多。点燃或许不仅仅是驱散黑夜的光，也是阿龙对未来的希望和方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厉害的小男孩，不仅一个人在山上生活，而且还用石头建造出梦想之家，还利用废弃的饮料瓶制作抓鱼陷阱，用勤劳的双手创造美好生活。有人怀念昨天，也有人在期待明天。阿龙也在对自己的未来有所期待，但山里的天气变幻莫测，也让他不得不停下手里的工作。生活尽管总有疾风骤雨，但雨过总会天晴。现在的生活不只是一个新的环境，更是一个新的起点，所以在他的心中也对明天更加的憧憬，也让他对所期待的明天有了新的规划。于是他准备抓一些鱼去售卖。虽然没有抓鱼的工具，但附近的竹子却很多，也让阿龙不用担心材料的问题。初升的阳光不仅照亮了大树的羽翼，还温暖了努力的阿龙。平常不过的竹子也在他的不断编制中逐渐的有了一些形状。大自然的美妙声音也让雨后的山林多了一些诗意，就连一旁的植物仿佛都更加的生机勃勃了。竹笼的编织也在他的手中进行得很快，在阿龙的熟练操作下，也很快的制作完成一个了。但是想要抓到更多的鱼，仅凭一个完全不够，所以阿龙准备编织2个，这样也能让抓鱼的速度快上很多。随着阿龙将竹笼编织完成，他也向着自己的目标出发了。这里的水流虽然无比湍急，但却并不适合安置竹笼，所以他沿着水流的方向开始搜寻起来。沿着小溪前行了一段路后，阿龙也终于发现了非常适合竹笼的位置。尽管水流不是很湍急，可是却是绝佳的位置。但想要快速的捕捉一些鱼，那么必然要等待很长时间。可是与其等待机会，不如创造机会，所以阿龙也开始行动了起来。在他的不断搅动下，水里的鱼也慢慢的向着竹笼的位置涌去。在阿龙的不断尝试下，也让竹篓里有了一些收获。虽然只是成功的抓到了1条，但粗糙的开始永远胜过完美的计划。粗糙的开始才是最好的开始。坐而论道不如起而行之，行动永远要比不行动要好得多。水流依然在流淌，而时间也在悄悄的前行。当时间在被林间微风吹走时，阿龙也准备结束抓鱼的工作了。虽然道路上满是积水，但就算脚下的路再泥泞也有尽头，只要向前走，那么也会到达终点。看着手里的收获，阿龙的脸上也很高兴，因为这让自己的梦想又迈出了一步，虽不是很大，但却在前进着。太阳最烈的时候，也正是花开的最灿烂的时候。虽然天气的炎热让阿龙的脸上满是汗水，可是想到那充满希望的明天，以及满是期待的未来，勤劳的他还是不准备浪费宝贵的时间。翻修的鱼池还没有排水口，阿龙也准备把它完善一下。虽然并没有多余的排水管供他使用，但是搭建平台没用完的竹子也能作为替代材料。可是毕竟作为排水管道使用，中间的竹节部分会影响到排水的效率，所以阿龙在竹节的部分锯出了豁口，这样就能很轻松的将竹节的部分去除掉。有了工具的辅助，这些工作并没有浪费他很长时间。此时鱼池里面的水也在太阳长时间的炙烤下也少了很多，但好在他正在工作的地方有着大树遮挡，也让阿龙舒适了一些。
平静的水面也随着阿龙的搅动，不断的荡起一层层的涟漪。随着阿龙开始整理工具，这里的工作也暂时的告一段落了。但是他却并没有选择休息，因为他想到了抓鱼的新方法，或许可以让他抓到更多的鱼，所以他便迫不及待地向着山下走去。路上废弃的瓶子正是他的目标，因为他想要用这些瓶子制作一个抓鱼的陷阱。午后的阳光依旧很炎热，尽管有着一旁的植物做遮挡，可也让阿龙在不断地擦拭着脸上的汗水。好在路上的瓶子很多，没多久也收集的足够用了，但仅凭废弃的瓶子并不能很好的抓鱼，所以在到了目的地后，阿龙在小溪的中间挂上了一根绳子，这样才能把饮料瓶固定在上面，确保不会让水流冲走。在阿龙的不断忙碌下，很快的就将所有的瓶子固定好了，仅剩最后一部分的工作就能大功告成了。在将所有的鱼钩固定完成后，此时的天色也不是很早了，夕阳的余晖也洒落下来。当阿龙回到家里时，天空的太阳虽然没有了踪影，但是也还会有满天的繁星。从没见过这么厉害的小男孩，不仅在山上建造鱼池，还通过购买鱼苗自主创业，用自己的双手自给自足，生活的美好莫过于对新的一天有所期待。昨天布置的抓鱼陷阱也让阿龙的心里充满了期待，波澜不惊的溪流也随着阿龙的到来泛起了涟漪，澄明如镜的水面也让他清晰地看到了里面的鱼。眼前的鱼也并没有让阿龙失望，阿龙也准备开始收集了。尽管此时的阳光还没有照到这里，而且清晨的水流还有一些冰冷，但相比于手里的收获，这些对阿龙来说却是微不足道了。因为还捕捉到了一条10斤重的大鲶鱼，这也让阿龙的心情很高兴。虽然把所有的鱼都收集完成了，但是阿龙却并没有回去，而是准备把抓鱼的陷阱拆除掉，这样下次也不用重新制作了，也能节省一些时间。虽然收集这些鱼花费了一些时间，但因为阿龙今天来的比较早，所以此时的天空才刚刚出现一抹鱼肚白。清晨的微风淡淡吹过，也让浑身湿透的阿龙感觉到有些凉意。但当阿龙到了目的地后，那身上的一丝凉意也随着他把鱼出售出去变得一扫而空了。在拿到收获的那一刻，相信阿龙心中对未来目标的规划也会在他坚定的步伐下越来越近。生活会善待每一个努力的人，而阳光也会照亮每一个抬头的人。因为有了目标，也让阿龙有了坚持下去的力量。但是在发展养鱼业之前，阿龙决定把这片田地清理一下。这段时间以来一直都在忙着抓鱼，所以也让阿龙没有时间清理这片土地。现在阿龙心中对未来有了新的规划，这样等待阿龙忙碌起来的时候，阿龙也能专心致志地做一件事情，而不用分心了。整理刚才那片土地并没有浪费很长时间，在简单的休息了一会后，阿龙也要开始继续下面的工作了。但是鱼池里面的水非常浑浊，所以阿龙把这些浑浊的水从排水口放了出去。随着时间的流逝，平台的屋顶也有些变了颜色，而且就连鱼池上方的石头也在雨水的不断冲刷下变得更加的光滑，水面也在阳光的照射下变得波光粼粼起来，也仿佛像是在诉说着阿龙的一路走来。人间道场淤泥生莲，在通往成功的路上必然会遇到挫折和挑战，但只要迎难而上，就一定能看到希望的曙光。所有的光芒都需要一些时间才能够被看到，就像此时的鱼池一样，只有清理掉上面的泥水，才能看到更加明亮的地面。准备工作的完成，也让阿龙可以下山去挑选鱼苗了。虽然中午的阳光很炎热，但对于有着创业梦想的阿龙来说，目前最重要的是发展自己的养鱼业。毕竟早一时的筹备完成，也能让自己离美好的生活更进一步。虽然阿龙有一些经验，但这里的鱼苗种类很多，阿龙并不知道自己适合养殖哪些鱼苗，所以出售鱼苗的老板帮他挑选了一些。就算把鱼苗的问题解决了，可是阿龙心中的规划却不止于此，所以他又挑选了几条金鱼。这些鱼可能需要很长时间才能看到结果，但任何事情都不是一蹴而就的，所以阿龙也相信只要给梦想一点时间，也一定会有所收获的。虽然有一些养鱼的经验，但毕竟这关乎于自己创业的梦想，所以他还会是认真的请教出售鱼苗的老板一些养鱼时需要注意的问题。就算会花费自己很多的积蓄，可是想到未来丰收的成果，他脚下的步伐也变得更加坚定起来。尽管阿龙的身体虽然成长了很多，但上山却要比下山要浪费更多的力气，而且还背着沉重的背篓，所以回到家时也让阿龙的脸上满是汗水。但是他并没有休息，因为这时的天气很炎热，阿龙怕背篓里面的鱼苗出现问题，他还是先把鱼苗倒了出来。随着鱼苗向着四面八方游去，阿龙的鱼池不仅多了一些生机，也让阿龙的美好生活向前又迈出了一步。
究竟是多么坚强的小男孩，才能让几百万人持续的关注呢？不仅在一片荒地上开垦田地，用勤劳的双手播种良田，而且还在山上建造鱼池，养殖鱼苗，发展养鱼事业，让未来的生活更加的美好。前一段时间，阿龙虽然把杂草清理完成了，但却没有时间进行播种，所以阿龙今天准备把这片土地播种完成。前几天下过雨的土地比较湿润，也让阿龙挖掘起来轻松了一些。在阿龙的不断努力下，他的新家也越来越完善了。不仅养殖了许多的鱼苗，而且还开垦了更多的田地。这片田地，阿龙决定种植一些花生，所以也不需要把地面翻动得很深。然而，就算山上并没有山下的热闹，但阿龙也丝毫不觉得孤单。或许对阿龙来说，孤独与幸福是可以共存的。山上的环境也让他感到无比的安静自在。清晨的环境总是很美好，鸟儿那一声声清脆的鸣叫，也让阿龙的心情更加的愉悦了。可是连续的翻动地面，也让阿龙的脸上出现细密的汗水。阿龙望着远处的房屋，心中也多了一些感慨。但看到自己努力的成果，他的心中也多了一些对未来的期待。每一颗种子，阿龙都在细心的栽种。翻动的这片土地不是很大，也很快的栽种完成了，但这也仅仅完成了一小部分而已。所以阿龙又继续向前翻动起地面。虽然才完成了一半的工作，可是洒落在田地上的阳光，也像是在告诉阿龙时间过得很快。所以阿龙也加快了手上的速度。但阿龙突然想到了自己的鱼池，因为已经好几天没有更换水了，所以阿龙也不准备继续向前扩大这片田地了。在把剩下的工作做完后，阿龙也开始准备给鱼池换水了，并且为了让鱼池更加的干净一些，墙壁上他也细心的用水流冲刷了一遍。排水口放置的渔网也不用担心鱼苗会被水流冲走。随着鱼池里面的水流越来越少，里面的水也越来越浑浊，但在水流的不断冲刷下，原本浑浊不堪的地面也变得干净明亮起来。随着清澈水流的流入，阿龙也将鱼苗重新放入到了水中。相信这些充满生命力的鱼苗一定会在阿龙的细心照料下成长得很快。午后的阳光依然很炎热，就连花朵都仿佛要隐藏起来一般。可是阿龙却没有选择休息，而是决定继续完善这片土地。因为这里刚种植过庄稼，所以也让阿龙翻动起来轻松了一些，而且也没有了中午那炎热的太阳，处理起来也并没有浪费很长时间，但却还不满足播种的条件。正当阿龙要进一步的处理地面时，可是天空不断滴落下来的雨水，也让阿龙不得不暂停手上的工作。天空的阴云密布，虽然让阿龙的心中有些担忧，但是看到手里的种子，阿龙也相信外面的风雨也只是暂时的，总会有雨过天晴的那一刻。尽管还有一些零星的雨点落下，但好在影响不到阿龙继续工作了。种子虽然播种完成了，可是为了让种子有一个好的生长环境，所以阿龙准备在四周制作出一圈围栏。这场雨水也让土地更加的湿润了，阿龙也很轻松的就将立柱敲进了地面。上次剩下的材料也让阿龙不用担心围栏的封闭问题了。虽然经过雨水的侵蚀变得有些脆弱，但是也能勉强的使用。围栏的制作完成，尽管让阿龙感觉到一丝疲惫，可是看到新家周围凌乱的环境，阿龙决定还是坚持一下，所以他把这些沙子用砖块围了起来，这样看起来也能更加的整洁一些，而且也能防止沙子被风吹到附近的鱼池里面。但阿龙想到了上次给鱼池换水时，其中一些比较小的鱼苗从渔网的缝隙中跑到另一片水池中，于是他拿来了一些饵石撒到了里面。或许有时候这些鱼就像阿龙一样，难免会经历一些不好的环境，但是有着好心人的帮助，也许就会有不一样的人生。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厉害的小男孩，不仅在山中搭建出遮风挡雨的石屋，还徒手给新家制作实木家具，并且通过种植菜园发展养育事业，实现了真正的自给自足。8月的天气已经有些微微凉意，更不用说是早晨的山中，可阿龙的身上却还在穿着短衣短裤。但当他看到成长起来的种子，阿龙此时也觉得温暖了许多。可是这段时间都在忙着发展养育事业，所以忘记照顾前一段时间栽种的幼苗了。鱼池的工作也完成的差不多了，也可以先照料一下栽种的果树幼苗了。相信有了这些肥料，果树幼苗也能更快的生长起来。时间的流逝也让鱼池里面的鱼苗长大了一些，也像极了此时的阿龙一样，都随着时间在逐渐的成长。房屋虽然已经搭建完成很长时间了，但阿龙一直没有时间完善室内的部分，
所以阿龙决定利用为数不多的空余时间，给自己的新家制作一个家具。原来搭建圈舍没有用完的木板，也让阿龙不用担心材料的问题了。尽管木板的一端有些不平整，但是阿龙新买的锯子非常好用，也能把多余的地方轻松锯掉。可是经过长时间的风吹日晒，木板的表面也有些变了颜色，而且有些地方还有一些破损的裂缝，但阿龙也会尽量的避开那些部分。然而就算木板不是很厚，但有时也会夹住锯子，阿龙也只能从木板的两侧分开切割。好在制作家具的材料并不要很多，也很快的就切割完成了。相比于刚才的切割材料来说，组装起来就容易了很多，而且还有着铁钉的加固，再加上阿龙对尺寸精细的掌控，所以家具的组装工作也在阿龙的手中进行得很快。固定的问题阿龙也丝毫不担心，之前搭建房屋遗留下来的铁丝也能保证家具的牢固性。尽管外面烈日当空，但是透过屋顶照在屋内时，却也让此时阿龙的新家增添了一分独特的意境。当远处的大山还笼罩在一片云雾之中时，随着清晨高昂且明亮的鸡鸣声，阿龙也开始忙碌起来。护栏边上的位置他也决定利用起来，准备在这里搭建一个苗圃。虽然前一段时间已经清理过一遍，但可能是这段时间雨水比较多的原因，也让杂草又生长起来了，所以阿龙也只能把它们重新的铲除掉。此时的天空没有炎热的太阳，也让阿龙清理起来舒适了一些。但是为了更加的美观一些，所以阿龙决定建造一个苗圃围栏。时光匆匆转瞬即逝，不仅护栏有些变了样子，而且就连搭建圈舍没用完的竹子，也在岁月的流逝之中变了颜色。虽然外表变了颜色，但内部却完好无损，也能用作制作苗圃围栏的材料，而且还有竹楔的固定，也不用担心会晃动。相互交叉的方式也能让每一个位置受力均匀，也不会让围栏会被泥土撑破。在阿龙的努力下，也将围栏很快的制作完成了。填充的泥土也不用担心，挖掘鱼池多余的泥土也刚好可以用来填充。炎热的阳光照在阿龙的脸上，尽管让他感觉到了一些炎热，但是为了把苗圃制作完成，阿龙还是坚持了下来。或许人生就是这样，决定一个人的成就并不是天分，也不是运气，而是不懈的坚持和努力的付出。有些事难在坚持，但却也成在坚持。就像此时的阿龙一样，时间也并没有辜负他的努力，在他坚持不懈的努力下，也终于得到了现在的成果。当把幼苗栽种进土里的那一刻，不仅让阿龙的生活多了一些希望，也让阿龙又多了一些对未来的期待。然而就算全部栽种完成了，但是由于此时阳光的炎热，所以阿龙给苗圃里面淋了一些水，这样也能让幼苗的成活概率更高一些。并且阿龙还在上面覆盖上了一层叶子，也能很大程度的隔绝阳光的炙烤。相信这些幼苗在阿龙的细心照料下，也一定会成长得生机盎然。